们所知道的紫禁城，也就是北京故宫，白天是游客必去的观光胜地，但是当地人说啊，到了晚上，这里的诡异传说多到数不清。紫禁城中有一个角落叫做阴阳道，宫女太监死后只能从这里抬出去，所以这里被视为是极阴之地。有人来到这里是凭空消失，八卦罗盘到这里甚至会失灵，还有人曾经亲眼看到过有身穿清朝服装的宫女经过。阳气最重的帝王宫殿却藏着一件件的灵异故事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一起来看看紫禁城里那些不能去的地方。紫禁城也就是北京故宫，拥有大大小小70几口井，里头的水从来就没人敢喝。其中奥妙，老太监一语道破：井水主要是用来洒扫，因为这井里头多半都曾经淹死人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珍妃井。在北京紫禁城珍宝馆的珍顺门内有一口水井，那这个水井虽然已经枯竭，但却吸引来自四面八方成千上万的游客，因为这口水井在历史上赫赫有名，就是珍妃被慈禧下令推进去的那口井。在这里来讲，其实有的是不开放的。一过了这个5点，他们就会关闭清客，因为往往5点过后就是所谓的那个阴的时辰。上锁喽！灯火下钱粮了！上锁了！灯火小心！建成将近600年的紫禁城，一度传出有诡异现象，因为它占地广阔，有72万平方米大，相当于1700多个篮球场。到底由谁设计，始终是个历史谜团。但从格局来看，完全符合风水之说，也就是这样的布局，为北京故宫更添神秘色彩。北京的故宫几百年来有好多的这个宫女跟这一个太监过世，而且很多的嫔妃呢是含冤而死的。那在这里有太多的这种冤魂，所以在这一个整个紫禁城，它有一个符合这个八卦这种格局，所以让它不能够投胎，所以就比较容易会有灵异事件发生。紫禁城是明清2代的帝王住所，位于北京城的正中央，也是最好的风水宝穴。坐正北，朝正南，背山面水，可以长风聚气，具备5行8卦，生生不息，画出自古以来相当有名的帝王轴线，也被誉为是最佳阳宅风水。其实呢，乾卦就代表天，那乾清宫就是代表皇帝，那坤就是代表地。坤宁宫就是代表皇后，变成说这是一个代表阴阳的结合，所以在中间来讲有一个叫做交泰宫，那旁边呢都是所谓的嫔妃他们住的地方。皇帝呢，他的房间他是阔9间，深5间，所以符合了95至尊的这个数字。这里是皇帝的女人们居住的地方。明朝鼎盛时期，嫔妃加上宫女人数达到9000。清朝繁盛之际，康熙后妃55人，乾隆后妃41人。那时，紫禁城人丁兴旺。既然拥有绝佳的地理风水，这座600年老宅又是怎么会充满各种神秘传说？
翻开紫禁城俯瞰图，夹在后碑住的东六宫和奉先殿寿宁宫以及北五所中间的宫道，一般被称为东筒子夹道，但它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，叫做阴阳道。以前这个宫女太监过世的，只能从这个地方抬出去，所以这个地方就很多的这个灵异事件。好，那甚至呢，有人来到这里凭空的消失。据说这个地方来讲哈是非常奇怪哈，连那个八卦的那个罗盘来到这个地方都会失灵，那个指针哈都会摇摇摆摆的。人走在这里来讲，好，就是人家讲的人走人道，鬼走鬼道，互不干扰。但是如果有人一旦一只脚踏在这个阳道，一只脚踏在这个阴道，或者是你把这一个脚呢踩在中间这里走路的地方，你只有大概走100步就会所谓的撞到鬼，因为你把这一个鬼的轨道给侵占了，甚至在无形之中就会被鬼带走。那所谓的阴阳道，就是在明月当空的夜晚，在紫禁城红墙跟地面夹道之间，因为一部分月光被挡住，所形成的地面上影子会一分为二，那成为一阴一阳、黑白分明的界面。按理来说，紫禁城后宫东西两侧，西边属阴，东边属阳，再怎么样怪事也不该发生在这里。可偏偏就这么凑巧，位于紫禁城东北的宁寿宫区域，开放参观后改成展出清宫宝物的珍宝馆，许多游客特地另外买票来看看皇帝的宝贝，还有著名的珍妃井，这让接下来发生的事件比以往都还要真实。这个珍宝馆的这个夹墙那有人从那里经过，突然间发现说，在这个前面有这个提着这个宫灯的这个宫女呢，这个人走近了看，追了上去，结果最后那个人，这个宫女就凭空的消失。到了这个1992年一个雷雨天，那游客们匆匆忙忙的，大家就是找地方要躲避啊。突然一阵的雷鸣大家就是看到这个故宫的这个红墙这个旁边呢，发现了一个行走的宫女，而且是在白天，那就不少人发现了。因为科学家解释说，紫禁城的红墙含有4氧化三铁，那这种元素具有留下影像的作用，那很有可能是在过去某个风雨大作的情况下，透过闪电将影像写入宫墙中，等日后相同的情况再度出现时，就会像录影播放一样重现这个宫女的影子。看见人影可能是科学现象，但是接下来要讲的，在紫禁城北边的这口井所发生的怪事，可能就很难用科学来解释。这口井叫做珍妃井，是用光绪皇帝的宠妃珍妃的名字来命名。当初珍妃就是活活的被淹死在这口井里面，香消玉殒。后来传出不断有人在这里出事，这一切难道都跟珍妃的死有关系吗？难道是珍妃的冤魂要来索命了吗？公元1900年，即中国农历庚子年，英法德俄美伊日澳8国，以满清政府支持反帝组织义和团为借口，组成8国联军，大举入侵中国。西元1900年，8国联军攻入北京，满清走向日落西山的末路。慈禧太后只能选择离开皇城。她心想，这一跑很可能就回不来，洋人说不定还会逼她还政光绪。慈禧对于光绪恨之入骨，怕被洋人问罪，又不敢杀了他，但是不出这口气又不甘心，所以呢，慈禧想出一个毒计，杀掉光绪最爱的女人珍妃。洋人要进京了。
我和皇上马上要离开北京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国难当头，奴才不走。皇上也不该离开京师。啊！珍妃是光绪皇帝最宠爱的妃子，她皮肤白皙，长相端庄秀丽，从小在广东的港口长大，受西方思想熏陶，因此她和姐姐瑾妃一起进宫后，就深受力图改革的光绪宠爱。贤弟，我的好贤弟！哎呀！自打你来，正好想才懂得怎么笑了。谢谢你。珍妃鼓励光绪脱离慈禧的掌控，尽全力帮忙他实行戊戌变法，还准备活捉慈禧太后软禁在颐和园。哪知道后来遭到慈禧反扑，发动了戊戌政变。那事后光绪被慈禧软禁，而原本就出言不逊、顶撞过慈禧的珍妃，此时更被慈禧当作是带坏光绪的罪魁祸首。你这样做已经叫做干政了，你知道吗？大清后妃严禁干预朝政是咱们的祖宗家法，你连这个都不懂吗？这条祖宗家法，奴才今日可算明白了。原来大清后妃严禁干预朝政，却允许垂帘听政。珍妃恃宠而骄，学太后卖官，被慈禧抓到把柄之后，所以他就下令太监对珍妃脱衣毒打。这在满清后宫这是第一次。后来珍妃还被慈禧打入冷宫，不许和光绪见面。珍妃新朝的想法和光绪不谋而合，但她干涉朝政就让慈禧不能接受。终于趁着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，逮到了一个机会。慈禧身边的老太监崔玉贵回忆说，那珍妃当时哭着说要一起走，但慈禧却对她这么说：洋人要打进来了，那外头乱糟糟，谁也保不定会怎么样。万一受到了侮辱，那就丢尽皇家的脸，也对不起列祖列宗，你应当明白。果真这样，奴才拼得一死，绝不受辱。有点子刚烈劲儿，可也有一个人求死不得的时候。你现在有这个打算，何不自己个儿此刻就做一个了断？那珍妃一听当然不可呢，她又没有犯错，为什么非得被视自尽不可呢？那这个时候慈禧太后又说了，不管有没有罪名，难道留下来遭洋人毒手吗？你先下去，我随后也会下去。所以后来慈禧没等珍妃回嘴，就示意这个崔玉贵直接把珍妃丢入井里，而这口井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珍妃井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杀了珍妃以后，慈禧是出了一口恶气，但紫禁城从此不平静。这口珍妃井接二连三出现怪事，还把老太监给吓个半死。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妃子，转眼间就死于非命。500、600年，这样的故事又有多少呢？八国联军的时候，慈禧出逃避难，紫禁城的太监、宫女都跑了。八国联军上场之后，决定派兵封锁，又招来一批太监、宫女，维持紫禁城的基本的设施。当年年底的一个晚上，2个太监巡逻经过贞顺门时，突然听到有女人的哭声，以为是哪个宫女不长眼、不守规矩，跑到外头来哭。结果这一查，前面的太监突然栽了一个大跟斗，脸色发青的指着前方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那后头的太监往前一看，居然是一个贵妃打扮的女人站在珍妃井上。当
当时宫中早就没有嫔妃，况且谁能站在井口上，肯定不是人。但这个时候兵荒马乱，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，谁还有心情去管闲事？直到1902年，慈禧又再度回到紫禁城，情况却越来越严重。在1902年的时候，这个珍妃已经过世了1年多，那尸体就是在这个井里面已经泡了1年多，那慈禧呢才允许打捞这个尸体。当时呢，在这个整个宫里面，几乎人人都知道珍妃井是闹鬼的。好，那瑾妃呢怕打捞会出事，所以找了一个懂得这个道术的这个太监呢来负责。大家捞出这个珍妃的时候，这个懂得这个道术的这个太监发现，这个珍妃的尸体居然是站在这个井的正中央，而且是一只脚是直立的，一只脚是弯曲的。那井口虽然不大，但是井内却很大，一个人横躺都没有问题。但是珍妃被投入井中已经1年多，早该横躺在井底，尸体腐烂了，怎么1年多之后还会直立立的站在井里头呢？这名太监看到这些情形，感到非常惊慌，认为要好好办场法事祭拜。只可惜慈禧太后下令把珍妃葬在恩济庄，草草跟宫女埋在一起。没多久，珍妃井果然又出事了。这回苦主轮到了慈禧的亲侄女隆裕皇后。她得到了皇后的位置，却无法得到皇帝的爱情。自从有了珍妃，光绪对她更加不闻不问。隆裕将这种委屈和哀怨迁怒于珍妃，在他看来，自己遭受的冷遇正是因为这个女人的到来。据说隆裕皇后也曾经在夜晚无意中路过珍妃井，哪知道后来隆裕皇后一个箭步抬起脚，当场就要往井里头跳。还好太监宫女一看苗头不对，反应快，及时把她抱住，这才没有酿成祸事。顿时整个宫里都在传隆裕皇后被珍妃迷了心智，甚至她还私底下告诉宫女，听到有个女人的声音在井里，就不由自主想去看看里头。其实她什么也没看到，只听到了声音。让我死吧！谁来赐我一死？让我死吧！皇上，让我死吧！我不要活！好妹妹，我哪儿舍得让你去死？让我死吧！去吧，冷宫里有的是快活日子等着你呢。隆裕皇后受到惊吓以后，仔细回想，那个声音与珍妃一模一样，而且珍妃是广东人，那个井里的声音就是广东腔。后来慈禧太后来探望，隆裕太后仗着自己的是她的那个亲侄女，就把这件事给说了。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慈禧太后会相信这种鬼神之说吗？其实她早就听过风言风语，只是装作不知道。随后，慈禧太后决定找僧人来做法事，再把珍妃井来个大改造。后来这个慈禧听说这个珍妃的这个鬼魂会勾人家这个跳井哦，所以他就下令这个改造这个珍妃井，然后把旁边那个原本的这个井栏哈，把它推翻掉，然后用了一个很小的这一个井口石哈扣在上面。那正常来说，应该就不会有人去跳井，也很难去跳井。结果没有多久，又发生了一起这个宫女这个要去跳井的这个事情，所以慈禧到最后下令呢，就是把这一口井补了一根这个铁棍，然后彻底的封住。珍妃井在慈禧太后的命令下变成今天这种奇怪的样子，但从此就再也没有发生怪事了吗？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慈禧太后一直不愿意给珍妃在宫里设灵堂，也不愿意让她葬入皇家的陵寝。结果相传就是因为这样子，那珍妃的这个阴魂不散，从此珍妃井或者是紫禁城禁区闹鬼持续10多年。
皇后过世之后，珍妃的姐姐瑾妃终于掌握宫中大权。那此时瑾妃连忙将妹妹珍妃的遗体取出来，安葬到崇陵妃原寝。那这个地方离光绪的陵寝只有几百公尺之远而已。瑾妃终于完成了妹妹生前的遗愿，从此以后，珍妃井就很少再发生这种吓人的怪事。不过，一直到后来，北京故宫依旧维持着5点关门的传统。紫禁城中的奇闻异事不止这样，从明朝到清朝，紫禁城经历了24位皇帝，也让这个偌大的皇宫多了更多值得讨论的话题。快来跟我分享，你觉得前面讲的故事啊，哪些最真实？你也相信紫禁城的这些传说吗？China News， 我是 Cindy 吕，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，也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或追踪我的粉丝团，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资讯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